天才和疯子只有一线之隔，但这条临界点究竟在哪儿？有人说他眼睛里住着死神，在拳台只要和他正面对视，对手基本就知道自己会输。汹涌澎湃的气势，勇往直前的打法，让他成为拳击历史上 KO 率最高的拳王，27战全胜，27次 KO 对手。尽管对手在比赛之前都会把他视为一介莽夫，但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掉他那风卷残云般的进攻，最终都会相继的倒在他面前。他把每一场比赛都当作一次决斗，但是在生活当中，他更像是一个可怕的疯子，亲手杀掉自己的老婆后，又在牢房中亲手干掉了自己。他是拳击历史上最恐怖的疯子，也是众多疯子中打拳最好的。今天大师也会带你了解天使和恶魔的混合体炸弹埃德文·瓦莱罗，他是如何从辍学少年成为拳王，再亲手毁掉自己的巅峰人生。要知道，在拳击比赛中，从进入职业到退役，始终保持不败的战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只要拳手继续打下去，就有可能被更强的后浪无情地拍死在沙滩之上。而瓦莱罗的不败金身，非但没有被对手打破，还刷新了一项拳坛纪录。从出道第一场比赛到第18场比赛，都是在首回合 KO 对手，超过了1905年亚瑟·萨斯坎德创下的16次纪录。更可怕的是，瓦莱罗是一名进攻型选手，而不是像梅维瑟一样稳中求胜。原本瓦莱罗可以成为一代拳王，但最终却走上了一条绝路。1981年12月3日，瓦莱罗出生在委内瑞拉，从小家庭条件十分的拮据，因为不能按时缴纳学费，在9岁那年选择了辍学，帮妈妈一起工作赚钱，来养活更小的弟弟妹妹。12岁那年接触到拳击，就喜欢上这项激烈的运动，身体里的战斗欲也被激发。经过几年的训练和实战，瓦莱罗的技术飞速提升，甚至在业余比赛中打出了不可思议的成绩：86胜6败，57次 KO 对手。这个成绩在业余选手中已经属于一流技术水平，因狂暴的打法被同行称之为印加炸药。瓦莱罗的下一步计划就是从业余选手转变成职业拳击手，但是在2001年却发生了一场意外。瓦莱罗结束一天的训练后，骑着心爱的摩托车回家，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了车祸。由于没有佩戴头盔，瓦莱罗的头部遭受到了重创，医生在头部取出了很多血块，甚至一度建议瓦莱罗不要再进行拳击比赛。如果头部再继续遭受击打，将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瓦莱罗在经历10个月的治疗后，还是选择戴上了拳套，走上擂台。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甚至多了几分邪性。2002年7月，瓦莱罗按照之前的人生计划参加了第一次职业拳击比赛，并在第一回合就 KO 掉对手。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瓦莱罗头上还有一块没有头发，这就是手术时留下的疤痕。成功拿下医血后，瓦莱罗开始疯狂的收割，惊人的体力，凶狠的出拳，让他在比赛中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不停地朝着对手进攻、进攻再进攻。对手一个接一个的变化，不变的是都要倒在他的脚下。2004年，瓦莱罗凭借着出色的表现被金童霍亚的公司签约，正当准备进军美国拳坛时，却被申请拳击执照卡在门外。体检时，医生发现瓦莱罗脑部曾经遭受过严重的创伤，瓦莱罗被禁止在美国参加任何比赛。这一噩耗彻底打乱了瓦莱罗进军美国的计划，瓦莱罗只能被迫改变计划，在日本和其他的国家进行比赛。而他的新经纪人并不会在意他之前的伤病，只会关心能为他带来多少钱。2006年8月5日，瓦莱罗正式争夺 WBA 超羽量级冠军，遇到了来自巴拿马、拥有着37胜2负的维森特·莫斯克拉。这场比赛是在巴拿马举办，瓦莱罗客场挑战冠军腰带。比赛当中，双方没有任何的退缩，疯狂的对攻，互换拳头。比赛进行到第3回合，瓦莱罗不慎被对手击倒，台下的巴拿马拳迷彻底沸腾，甚至把杯子和垃圾统统扔向了拳台中心。但是这些不尊重并没有影响瓦莱罗的决心，这也是瓦莱罗最可怕的地方。无论任何时间，无论任何局面，他都能保持一战到底的状态。最终在第10回合赢下了这场比赛，成功拿到了冠军腰带，也代表着瓦莱罗的事业即将开始起飞。就在这个时期，也被爆料出这位冠军经常在喝醉酒之后对自己的家人动手，人们都认为他只是脾气暴躁，并没有把这件事儿太当回事儿。成为冠军后的瓦莱罗在家乡委内瑞拉人气大涨，很多人把他当成国家英雄，甚至前总统查韦斯也和瓦莱罗成为了好朋友，并且经常一起出席活动。瓦莱罗把委内瑞拉的国旗和查韦斯的头像纹在胸前，时时刻刻让观众知道我来自委内瑞拉。
此时的瓦莱罗一心想要重返美国土地，在美国的擂台征服各路对手。由于瓦莱罗狂野的进攻和压倒性的表现，他经常受到其他拳手的邀请，在备战中担任陪练的角色。和他交手过的职业拳手都被他犀利的进攻所震撼，甚至认为他和帕奎奥、肖恩·莫斯利一样危险。Hey, so you sparred with Edwin Valero? Lots of times when I was younger, when I was like, power was just unbelievable. No matter where it hit you, even if you were blocking it, just feel the fucking power. And he never really took it light. 此时的瓦莱罗已经被美国拳击金牌推广人鲍勃·阿鲁姆收入麾下，成为帕奎奥同部门的员工。2008年，瓦莱罗重新获得了德克萨斯州拳击执照，重返美国擂台只是时间问题。2009年4月4日，瓦莱罗时隔6年如愿登上了美国拳台，并且升重到轻量级，对战来自墨西哥的安东尼奥·皮塔卢阿，争夺临时空缺的 WBC 轻量级冠军。瓦莱罗将再次在美国拳迷面前表现出自己不可阻挡的进攻性。仅仅用了2个回合，瓦莱罗3次击倒对手，场上局面成为了一边倒的碾压。瓦莱罗成功赢下比赛，成为 WBC 轻量级冠军。这场比赛也让美国拳迷对这位身高只有168公分却拥有着惊人力量的男人有了一次重新的认识，甚至开始讨论他和帕奎奥火星撞地球般的梦幻之战。2009年9月，瓦莱罗内心住着的恶魔再次驱使着瓦莱罗的双拳，本应该用来叱咤拳坛的拳头变成了对准家人的武器，再次殴打了母亲和妹妹。瓦莱罗却否认了自己的所为。2010年2月，瓦莱罗捍卫轻量级冠军腰带，遇到了来自墨西哥，当时战绩23胜1负1平的安东尼奥·德马科。就像瓦莱罗第一次夺冠，这场比赛还是客场作战，唯一不同的是他已经是冠军身份。同时大师爷也认为这场比赛也是瓦莱罗职业生涯以来最血腥的比赛。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瓦莱罗被德马科的肘击在脑袋上一划而过，留下了深深的伤口。见血后的瓦莱罗就像触动了体内的风雪，进攻频率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加凶悍和狂野。最终在第9回合结束了比赛，瓦莱罗完成了最后一次战斗，获胜后坚毅的眼神和疯狂的表情也将永久地留在记忆当中。职业生涯仅仅8年时间，27名对手被他 KO。按照剧情继续往下，本应该保持连胜续写神话，最终对上帕奎奥一决雌雄。然而瓦莱罗的职业生涯到这里却画上了句号，拳台上的耀眼光环最终还是无法遮盖生活中的一塌糊涂。Lightweight boxing champion Edwin Valero has been arrested for allegedly killing his wife. The 28-year-old is a household name in Venezuela, and police have said he was arrested after they found the body of his wife in a hotel where the couple was staying. Police say Valero left the hotel. 2010年4月18日早晨，瓦莱罗光着脚走到旅馆前台，淡定地告诉保安，他刺死了自己的妻子。据说瓦莱罗在此之前有过酗酒和吸毒的行为。瓦莱罗也被警察关进监狱，拿走了他的鞋子和外套，只给他留下一条运动裤。第2天的凌晨，瓦莱罗在牢房中用仅剩的运动裤上吊自杀。只有29岁的瓦莱罗亲手结束了自己传奇而又悲情的一生，只留下2个破碎的家庭和失去父母的2个孩子。悲剧发生之后，人们也开始谈论瓦莱罗，毒品、酗酒和抑郁症流淌在他血液里，成为了一颗危险的炸弹。这位委内瑞拉的国家英雄在人生舞台的最后谢幕却并不光彩，不疯魔不成活。这位27战不败的疯子拳王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一旦疯起来连自己都不会放过，真正能终结自己的人竟然是自己。这就是炸药瓦莱罗的故事，是传奇还是恶魔，是天才还是疯子。好了，感谢观看这一期的格斗大视野，还没有订阅关注的朋友给一个关注吧，我们下期再见。